纵观目前国内的新能源车市场啊，可以看到的是百家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各有千秋。就像我身后的这些8、9万可以落地的这些小型车啊，其实都是难以让人抉择，到底像比亚迪海鸥，然后还有哪吒阿雅，然后呢还有这个50缤果，该怎么选？只看配置太肤浅。所以呢，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对比一下这3台车到底谁的得房率是更高的。OK， 我们首先试一下海鸥。海鸥调整好了一个我的前排坐姿以后呢，后排真的是非常的富余。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就有人就要吐槽我的身高了。然后中间呢，它这个因为是一个4座车，所以呢4座车的这个中间我们是完全不需要考虑它的这一个空间的。反正这里的空间是非常的大的，纵向空间也是非常的富裕。对一台小型车来说，这真的是非常强了。OK， 我们再去看一下哪吒阿雅。这个跟海鸥不一样的是，它虽然也是顶配了，但是呢，它的座椅调节还是手动的。它好像是没有方向盘调节的这台车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通过调节座椅来迁就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坐姿了。这个空间好像跟海鸥差不多，但是应该是稍微小这么一点点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台车它的这个座椅的厚度呢是更加的厚一点的，然后头部空间好像稍微比海鸥是要大一点的，这个后排的头部空间。虽然这是一台5座车啊，但是呢，它的中间的这一个位置是没有头枕的，但是至少咱们是能坐5个人的。缤果也是可以调方向盘的，但是呢，好像目前为止只有海鸥是有4项调节，好像这个只有2项。缤果的这个空间呢，好像跟海鸥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差不多有4拳多一点点的一个空间。这个空间好像目前来说是3台车里面最大的。然后呢，但是这台车呢也是一台4座车，所以我们合法也是只能坐4个人的。中间的我也就不体验了。OK， 所以说我们在体验完这3台车的一个空间以后，你觉得哪台车是更加适合我们家庭使用的呢？刚才呢，我们已经体验完了这3台车的一个乘坐空间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体验一下这3台车的这个后排的储物空间究竟怎么样。现在呢，我拿的是一个20寸的登机箱，然后呢，我把它放进这个海鸥的这个后排。打横呢，它是可以轻松放得下的，然后竖着放它也是能关上门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一个后排，它这个是个整体放倒。那我们再去试一下第2台车，哪吒阿雅。这一台车的空间明显比海鸥大了不少的，它是纵向放都有，然后横向放就更加不用说了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叠好几个登机箱吧。然后它的这一个后排放倒呢，也是一个整体的放倒。它的这放倒之后的这个平整度是要比海鸥要好一些的，但是呢，放倒以后我发现啊，这个地方它好像有一点不够长。这个地方其实是这样的，它这个地方需要撕开，然后你重新的把它往前拉一拉。然后我们来看第3台车，这个缤果的这个尾箱空间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！首先这2个板已经被我们掀起来了，然后呢，这里是2个非常大的兜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盖上以后。如果是女生，你需要提一个比较重的物体提起来的话呢，你需要提到一个这样的高度，它才可以放得上去。这个是有点累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空间，勉勉强强是能打竖放平的。所以说最小的应该就是海鸥了，它没有办法这样子直接放平这个登机箱。它在这一个级别里能进行这种分段式放倒的还是比较少见，而且呢，它这一种拉绳不是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拉绳，这种拉绳设计呢是比那种在边上的是更加好操作一点的，我觉得。哇，整体的纵向空间真的好大呀，你完全看不出来这3台车的这一个后排座椅放倒以后，它是一台小型车。在这3台车里呢，只有1台大家可能感觉比较陌生啊，就是我身后的这台哪吒阿雅。其实这台车呢，在改款以后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就是它的这个前脸。其实呢，之前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哪吒 V 的这一个前脸这一部分呢，还是比较单调的，它没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散热中网，也没有这种星光式的这一点一点的这种设计啊。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呢，是更加的年轻化了一点。然后呢，在其实大灯啊等等这一方面的地方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。然后呢，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真的是其实完全是哪吒 V 的影子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侧面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呢，就是它的这个轮毂的样式是有了变化的。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在车尾。
它车尾呢是改变了之前非常复杂的，有点夸张的这一个尾灯设计，改成了这个简洁的贯穿式的设计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变化呢，就是之前我记得呢，在 V 的它这个倒车灯呢是设计在这个位置的。如果设计在这个位置的话呢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它的这个提醒的力度还不太够，所以呢，现在目前呢，它把这个倒车灯给换到了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这个设计，这个改变还是比较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点忘记提的就是，现在在这个新款的车上面呢，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双色车身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目前这个车身的颜色呢，它是采用到了一个半糖奶茶色，然后呢，它的这个车顶呢，采用一个悬浮车顶，是黑色的车顶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半糖奶茶色之外呢，这一次的这一个改款，它还增加了一个叫宝贝蓝的这个颜色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爱。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车内有什么样的变化。这台哪吒艾雅呢，除了在外观增加了2个颜色之外呢，内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做了一个全新的改变，同样是增加了2个颜色。除了我们现在车上的这一个光学白之外呢，它还有另一个白叫雾蓝白。其实呢，对这种小型的这种电动车来说呢，很多人买它就主要作为一个家庭代步用车，所以呢，这台车的一个驾驶感受跟乘坐感受，其实对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这个模式呢调到了这个运动模式。刚才大家也看到，我在一脚油下去的时候，其实它这个动力响应，你同样的这个动力水平的一些燃油车来说呢，这个力还是来的比较快的，就是不需要你这变速箱做这么多动作，然后呢，最终过了几秒钟才把动力传输给你。但是呢，电机它也有电机的一个缺点嘛，就是你在一个后段的一个加速上，它的这个能力呢，还是稍微偏差了这么一点点。其实呢，我们像现在30-40的这一个速度在城市道路去行驶，我觉得它真的是又平顺，然后呢又安静，然后呢同时它动力响应也不错，在这一个价位水平来说，这个体验已经是非常的不错的了。但是呢，当你的这一个速度加到50-60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个电机的声音有点大，然后呢，这个底盘隔音啊，以及它的这一个玻璃以及车门这些地方的这些隔音呢，还是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点不足的。哪吒艾雅呢，它其实这个动力呢是有2个模式可以调节的，一个是运动模式，一个是舒适模式。刚才呢，我在舒适模式下也去体验了一下这台车，在舒适模式下呢，我有点感觉到初段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一大段的一个行程其实是比较虚的，就是让你好像踩了，但又好像没有踩。你要踩到比较深的时候呢，它才会有这个动力的一个提升。其次呢，就是它这台车的这一个隔音，我觉得这个隔音呢，因为作为一个并不是成本特别高的一个小型车来说，我觉得做到一个这样的水平也是不错的了。因为刚才呢，我们有路过那些比较大的一些货车啊，那个货车的声音还是能传递到车内。但是呢，你看在这种平整的道路上，隔壁的这些车的这些噪音呢，也不会过多的传递到车内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对舒适性影响非常大的第2个点，就是它这个底盘舒适性了。它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底盘是偏软的一个调教。现在尽管有时候你觉得，哎，这台车可能在过一些起伏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抛跳，但是呢，你在大部分的时候，它还是能比较好的去处理这个路面上的一些震动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台呢在艾雅呢开上了高速啊，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担心，一台这么小的车，你开高速会不会不安全呢？其实并没有啊。刚才呢，我们已经把这台车踩到了极速，也就是它只能上到125公里就不能上去了，它的极速也就是可以去到120以上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走高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其次就是那它上了100公里以上，就是开到了120，它会不会觉得很飘啊、很危险啊？在高速上会不会很不稳定呢？其实也没有哎，其实我刚刚在开到120的时候，可能会稍微的感觉这个车身的稳定性稍微差了这么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就算上到了这个90几公里的时候，你需要再去一脚油去加速，哎，其实你发现它的后段的这个动力的储备还是挺足的啊。现在我已经110了。然后呢，我再去加油，其实它的这一个加速响应还是很快的。所以说我们在高速上想进行一个超车啊，然后进行一个突然的加速啊，其实都没有问题的。哪吒艾雅呢，它作为哪吒 V 的一个改款车型嘛，可以这么说。其实呢，它也是升级了不少东西的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它这个车机的芯片，它这个语音控制的反应是真的很快哦。比如我们现在试一下，你好哪吒，来了。
导航到乐天智谷。找到以下结果，要去哪一个？第一个，即将导航到乐天智谷。你好，哪吒。来了。我要听周杰伦的歌。正在为您播放会员歌曲试听片段。所以说它的整个车机的这个响应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。你不说跟同级别比吧，就是跟一些比它更高。回来去做一个测试。其实呢，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轮对比下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你要选最好的一个，可能在这些对比中，我们真的没办法选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说你要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一台，我觉得你应该有答案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充电方面呢，它的这一个充电速度最快，然后功率最高的，应该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哪吒阿雅。然后呢，如果在空间上去对比的话呢，这个时候50宾果好像是空间最大、最好用的一个。但是你又别忘了，哪吒阿雅是一台5座车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说到操控啊、舒适性等等的话呢，好像在这一方面，比亚迪的海鸥又是更胜一筹的。那么哪台更适合你？看完这期，你有答案了吗？